一位经验丰富的自然摄影师爱上了北极野生动物，并用他的无人机捕捉壮丽的画面。不久后，他的无人机发现了一些非凡的东西。当这些内容在互联网上分享时，震惊了整个世界。法国摄影师弗洛里安·里奥准备在加拿大北极湾放飞他的无人机时，预想到了这次探险的成果。他希望为即将到来的国家地理年度自然摄影师比赛捕捉尽可能多的图像。当他站在悬崖边缘，用遥控器引导无人机飞越山谷时，空中的景象一如既往地令人惊叹。尽管他多年来一直在捕捉北极的景色，但每次看到这片区域的美景，他依然感到震撼。在他操作无人机时，一阵风突然摇晃了无人机，威胁到他的飞行轨迹。但弗洛里安反应迅速，稳住了设备，使其继续沿着预定路线飞行。他避开了一切障碍，飞越了辽阔的土地。他不断将无人机飞得更高，不禁欣赏起那美丽的景色。从这个高度，他可以看到下方的冰冻河流和被雪覆盖的山峰。就在他沉浸在这非凡的景色中时，他在远处注意到了一些东西。他不知道的是，这个景象将震惊全世界，并为他赢得意想不到的声誉。他带着紧迫感，操作无人机朝那个身影飞去。随着他靠近，风变得更强，但他还是成功地将无人机安全地引导到了他想要的位置。在他的无人机机米下方是一只北极熊，它的白色毛皮在晨光中闪闪发光，尤其是因为它靠近冰蓝色的湖水。弗洛里安的无人机跟随着北极熊的动作，观察它从一块冰跳到另一块冰，然后这只北极熊走到了最后一块冰的边缘，停了下来。弗洛里安也随之停下，他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屏住了呼吸，直到熊再次移动。他既没有跳跃，也没有迈出一步，而是做了一件让摄影师惊叹不已的事情。无人机捕捉到了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象，他认为这将是讲述北极脆弱性的完美素材。在欣赏这片美景时，他心满意足地笑了，但同时他的心也为北极熊所经历的一切而破碎。弗洛里安一直认为记录非常重要。当他环顾北极的白色景观时，总是感到一种紧迫感，觉得有责任记录所发生的一切。全球变暖的迹象在这片不断变化的景观中痛苦地显现出来。他希望让全世界看到他每天所看到的危险。他选择的武器是无人机，他将其视为一种工具，可以捕捉自然的独特之美和荒野的残酷一面。他还想为自然本身发声，无论天气条件如何。弗洛里安被北极广袤无垠的景观所吸引。第一次遇到这片地域时，他感到如鱼得水，研究并花时间观察这里生物的行为，探索不同的接近方式。没有什么比与北极野生动物亲密接触更让他感到兴奋。当然，这也不是没有挑战的。在寒冷的环境中操作，对他和他的设备都是一种考验。低温会显著减少无人机的电池寿命，有时甚至会减少50%或更多，从而限制了飞行时间和范围。然而，他不愿意换成其他方式。他总是会回忆起第一次与北极生物的相遇，那时他还没有使用无人机，而是亲自见到了这只生物。那幸运的一天，他独自走在冰封的区域，看到远处有一个身影优雅地移动着。他想，也许是一只小海象吧。但随着他靠近，这段经历变得更加难以忘怀。他意识到那是一只北极狐，是他见过的最大的北极狐。这只威严生物的白色毛皮在北极耀眼的背景下闪闪发光。他靠近时，他的心跳漏了一拍，他被惊呆了。
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只狐狸。尽管他被吸引住了，但也感到一阵恐惧，因为他意识到这只生物是多么强大和不可预测。然而，这只狐狸并没有伤害他的意图。他突然停下，敏锐地察觉到了弗洛里安的存在。那一刻，他们的目光交汇，时间似乎变慢了。这个瞬间对于弗洛里安来说是难以忘怀的，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在观察狐狸时感受到如此多的情感。他祈祷狐狸不会攻击他，尽管他知道狐狸很少会主动攻击人类，除非他们感到受到威胁。他本只想欣赏美景，没想到会在那个区域遇到任何野生动物。令他松了一口气且惊讶的是，狐狸继续前行，消失在北极中。弗洛里安颤抖着跪倒在地，肾上腺素的激增使他不堪重负。然而，当激动逐渐消退，眼泪涌上他的眼眶。这不仅是因为他在与狐狸相遇后安然无恙，还因为北极及其野生动物的美丽和力量令他深深感动。他感到自己与荒野有了深深的联系，并燃起了专注捕捉北极和南极野生动物的强烈愿望。在过去的2年里，弗洛里安一直在北极海冰上拍摄多个项目，包括为多个自然主题纪录片系列和一部聚焦北极熊的独立电影拍摄的北极狼的精彩场景。制片人们通常需要这些生物的特定镜头，如成功的捕猎或交配场景。因此，无论需要多少时间，他都必须在北极待上几个月，以捕捉到合适的画面。他从不急于求成。当他发现北极生物时，他会在它的前方位置安置好自己，等待它逐渐靠近。他希望确保这些动物足够喜欢它，以便捕捉到真实而独特的行为。如果动物变得紧张或对它的存在反应不佳，他不能强求，因为这会破坏整个叙事的初衷。多年的经验使弗洛里安能够识别所有的北极动物，甚至不再需要像以前那样查阅研究手册就能认出个别的熊。有些熊的面部形状或身体标记有所不同，使它们看起来不一样。有些熊有着独特的性格，有些害羞，有些则好奇而顽皮。他还曾经拍摄过2只快乐地在冰上滑行的白化双胞胎熊。去年冬天，他发现一只大型雄性北极熊在冰上睡觉。空气清新，太阳低垂，海冰上笼罩着一种强烈的静谧。他看到一座冰山后面升起蒸汽，毫不犹豫地用无人机跟踪过去，发现了这只熟睡的熊。它的身体是温暖的，呼吸时口中冒出烟雾，这让弗洛里安感到好笑。他觉得这只熊像在喷火的龙。他发现与这些野生生物亲近的感觉非常吸引人，而接近北极熊更是令人上瘾。第一次见到北极熊时，他起了鸡皮疙瘩，尽管之后遇到了数百次，但这种反应依然如故。每次与熊和其他北极生物的相遇都会引发许多情感，他的目标是通过他的图片传达这些情感。这个目标最终引导他在加拿大北极捕捉到了超现实的场景，参加国家地理年度自然摄影师比赛。那一天，他最初遇到了一群狼，他觉得这是完美的参赛作品。这些生物最初并未察觉到他的无人机，他们在一起玩耍，看起来自由和平，充满了熟悉的陪伴感。一旦他们注意到无人机，就把它当作入侵者。他们用怀疑的眼神盯着它，并开始咆哮。有一只狼甚至试图跳起来抓住无人机，但幸运的是，弗洛里安及时注意到了，转移了设备。他不得不迅速撤退，因为显然狼群对这种入侵感到不安。因此，他继续寻找足够吸引人的景象来参加比赛。
后来，他注意到景观中的一些奇怪变化，即使在他探索北极的短短几年间，他也目睹了这些变化。冬季连日降雨，他工作的地形也在消失，因为冰变得不再稳定。他记得一位年长的当地因纽特人说，他们年轻时冰层要厚得多。他没有让自己过多地思考这些，只是想尽量利用这次旅行的机会。在几小时徒劳的探索后，他的无人机终于找到了完美的场景。展现在他面前的是最迷人的画面：一只北极熊摇摇晃晃地从一块破碎的融冰跳到另一块，它纯白的皮毛与周围的白色冰块相得益彰，又与深蓝色的水形成鲜明对比。它伸展的姿势显示出它试图把两块冰连接起来，拼命保护自己的栖息地。北极熊只是冰天雪地中一个遥远的小点。它在几分钟后换了位置，弗洛里安的无人机跟随它，从远处逐渐靠近。突然，北极熊似乎闻到了什么，改变了方向。它继续跟踪，希望能拍到它捕猎的镜头。然而，它在一座冰冻的山丘上停了下来，等待着。无人机飞得更近了，但北极熊毫无动静，没有显示出任何不安或行为上的变化。捕捉到北极熊的前一天，弗洛里安注意到它懒洋洋地躺在雪地里。他做了12个小时等待北极熊行动，但北极熊却没有动。他已经在悬崖上连续工作了22个小时，需要休息。寒冷和疲惫使他不得不承认失败。长时间等待却收获甚少是常事，但他知道这是为了获得独特影像必须付出的代价。这就是野生动物摄影的现实，完全取决于大自然的条件。每张在北极拍摄的照片都是一场战斗，但正是这种挑战让他感到更加活力四射。尽管如此，弗洛里安对无人机捕捉到的照片感到非常满意。这张照片传达了一种脆弱感，反映了冰川融化的威胁。由于北极的升温速度几乎是地球其他地区的4倍，冰开始融化，威胁到依赖它的整个生态系统。他将这张照片命名为极地之上，并上传到比赛的官方网站上。但他希望更多的人看到冰地区正在发生的变化，于是他也在互联网上分享了这张照片，并添加了一段描述：亲爱的未来世代，我希望我们仍能像现在这样看到北极野生动物。随着环境的变化，它们正受到威胁。我曾见证过许多野生动物的场景，我可以保证，这是我在这里见过的最美的景象。北极熊可能被解读为试图阻止海冰融化。在2017年夏天，我在格陵兰巴芬湾地区进行野生动物报道时，拍摄了这张不可思议且独特的照片。无人机距离北极熊仅6米，几个小时内，这张照片就火遍了网络。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对这张照片着迷，许多人惊叹它如何能如此精准地捕捉到北极熊。随着照片名声的增长，弗洛里安也逐渐被人们所熟知，但他从未对被偶像化感兴趣。他只希望世界能像他一样热爱大自然，并通过他的照片传达这种热爱。他激励了人们对自然摄影产生兴趣，鼓励他们像他一样冒险进入野外，不仅仅是为了见证北极的变化，还为了发现那最纯粹的美景。捕捉到北极熊的那一瞬间，显然是弗洛里安迄今为止最好的作品。因此，当国家地理年度自然摄影师大赛公布编辑的精选照片时，他的极地之上赫然在列，也不足为奇。他欣喜若狂。这场比赛涉及的竞争者们争夺的是$7500的大奖，大奖得主的作品还会刊登在国家地理杂志上。除了大奖之外，
还会有一个人民选择奖和3个类别的第1名，每人可获得$2500。通常，大赛的照片分为3类：野生动物、景观和水下摄影。然而，弗洛里安的作品是一个例外，因为他是从空中拍摄的。这张照片实在是太惊艳了，不可能不被列入名单中。不幸的是，他的照片没有赢得大奖，但他获得了其他几个奖项，还登上了《海洋学杂志》和《野生动物摄影杂志》的封面。感谢这张震撼人心的照片，他接受了多次采访。在采访中，他详细讲述了拍摄这张照片的经历，因为很多人都不明白他是如何做到的。在这张极地之上照片震撼整个互联网多年后，他与一家著名的制作公司达成了合作协议，开发一部强调北极地区困境的影片。他将专注于展示北极因气候变化而变得脆弱，这种变化不断削弱其特质，最终将使其居民无家可归。弗洛里安感到荣幸，因为他知道这个叙述有多么重要。他希望世界了解，北极的生物很快会在那些可能无法长期确保它们生存的环境中成为难民。他知道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但他希望那只帮助他获得如此多名声的北极熊能够保持他最喜欢的冰块不融化。在此期间，他会继续关注它。多么令人心碎的故事！看完以上这个故事，你有什么想法吗？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欢迎点赞、订阅并分享我们的频道。以上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下个视频见。